大家好啊，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最近因为忙着学电工嘛，所以做视频的这个任务也就耽搁下来了。然后今天想给大家更新一下视频，就是我一个剪头发的一个经历啊。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大家也知道啊，经济下行非常的厉害啊，那普通老百姓都得紧衣缩食啊，但是在这个吃饭买菜方面呢，咱们也不能节约的太多，对吧？毕竟这个是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在这个穿衣服啊，平时的日常的一些花销啊之类的，可以减的也就减了啊。像我今天去理发的这个地方呢，是快剪啊。大家可能前几年快剪已经开始慢慢火起来了。那到今年的话，我是第一次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快剪啊。差不多快剪的话是15块钱啊。那相对于其他外面的这个理发店啊，会便宜的一半还不止啊。像我家里面边上的这个普通的理发店啊，我上次剪过一次，也就过年的时候剪过一次，需要38块钱剪一下。然后呢，这次的话剪了一下就15块钱。那我也就对比了一下，38块钱剪的头和15块钱的头有什么区别啊？其实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反而我是有点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的心理原因，就是15块钱剪的这个头发反而比38块钱剪的这个头发会好很多啊。这个我不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价格预期在里面啊，就是说你15块钱也没奢望它剪得多好，那你花了38块钱，你也会比较奢望它能够剪得比较好。那对比下来，我觉得差别真的不是很大啊。那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去剪发的话，我拿到号的话是100多号了由此可见，今天他开门营业的话，假设他从早上9点10点开门营业到我现在剪头发的时间，差不多是下午4、5点的样子啊，已经有100个人在这边剪头发了。那我相信在晚上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至少他这边一个小店2名理发师，那一天的剪发量我估计可能是在150个头左右啊。那每个头的话差不多是15块钱嘛，那差不多算下来能够达到差不多2000多块钱肯定是有的，他这个店的这个营业额算了一下啊。然后呢，这2名理发师也是动作非常快啊，剪完一个头差不多我大概顶多可能10分钟的样子左右就能够把一个头剪得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了。那按照他这个效率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坐在那边等位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发现他们有停过，然后排队的人也非常的多啊。那排队的人群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男性为主，偶尔有1-2名女性顾客也是上了年纪的女性顾客。那像男性的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子，有些时候是父亲带着这个男孩子过来剪头发的。那因为现在大家都这个经济下行的比较厉害嘛，那在这个剪头发方面呢，其实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啊，对于这个发型啊什么也没有那么的像年轻人那么重视了。所以特别是这样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每一份支出都要去考虑这个性价比了，所以15块钱剪一个头，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我剪完之后呢，主要它这个地方是不会给你洗头的。那我觉得像其他的理发店会给你洗头啊、吹头发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毕竟你剪完头之后，你回来自己也可以洗个头发、洗个澡，对吧？那这个钱咱们就不花了。然后他剪完头之后呢，会有一个类似于吸头发的一个吸尘器的东西，把你身上的一些短发、碎发给吸走。那洗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家之后自己去洗这个头发了。整体感觉下来，我觉得还是蛮符合我的预期的。后面的话我也可能会经常会去这种快剪的店去剪头发，因为对于我来说已经过了那种
特别重视发型的年代了啊，能够剪得清爽一点，然后能够剪得稍微不那么粗糙就可以了啊，就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所以整体剪完之后呢，我觉得我下次还是会来光顾的。那今天的话，通过我这个一个剪发的一个事例，包括观察到的这个剪发的人群的特征，来想给大家说一说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的情况吧。其实它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行业就像之前就说类似于拼多多和京东嘛，京东是高端群体嘛，像拼多多就是这种低端客户嘛。那你看拼多多的营业额非常好，所以我相信像这种快剪的理发店，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未来应该是会越来越高的，毕竟大家都开始紧衣缩食，没有太多的钱，能省则省。在理发上省一省也是不错的啊，一个月能够省下来20块钱，23块钱，相对于那个正常理发店38块钱的价格，一年下来也差不多100多块钱了。那100多块钱也可以买不少东西了，特别是在中国现在这个物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然后经济也在紧缩的一个情况下啊。好，那今天的话就给大家聊到这里啊，那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那就欢迎点赞、关注和评论。好，再见。